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就打算到李俊下面去拜师学艺一下，学习他的抹灰技巧。因为在李俊他们的频道下面看了他们那个抹灰那种视频，哇，好羡慕啊！人家抹的就平整又光滑，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所以必须要去学習一下。我也要去學習一下。你學習刷牆技術，我就學習或砂漿的技術，這樣提升一下我們的技術，來把我們的房間給它刷得更平整，怎麼樣？對。大家看我們的這個牆壁，麻麻賴賴的，然後有很多朋友就建議我們去李俊他們下面去學習一下。我們現在就下去看看他的刮牆技術是怎麼做到光滑又平整的，因為都是第一次刷，為什麼他刷得那麼好？真的是有天賦可言的，所以我們就去學習一下。我們真的這個看不下去了，刷第一遍就是這種，這邊還好，這邊還好，你看這邊就沒有這邊這麼麻麻賴賴，但是相比於他們刷的呢，就差了很多，那個效果直接是兩個區別。大家看，我們的和他們的同樣都是刷第一遍，但是效果卻是天差地別。我們的表面太粗糙了，你看他們的這個表面這麼光滑，同樣都是刷了一遍的效果，你看他們這個完全不一樣，都不需要再刷第二遍了。他們一遍就刷好了，我們呢刷了一遍還要刷第二遍，又費材料又費時間。我們去學習了之後，以後的話就只刷第一遍，就給他刷的那麼平整，就不用刷第二遍了，是不是？對，為了我們的房間以後更加好看呢，必須要把李俊的這個技術給他學的。我們現在下去看一看他們的那個，因為我們都沒有下去看，但是呢有看到他們的視頻，他們的視頻裡面就是刮得很光滑，很光滑。第一遍，我們現在就下去請教一下李俊，學習一下他的粉刷技術和刮牆方法。你有什麼想學習的？學習他的那個抹灰技巧唄。為什麼他的就抹得那麼平滑，對不對？對。我們的就有點凹凸不平，而且還有點粗糙。始終都沒有自己理想中的那種狀態。對。所以今天去請教一下。對，有時候就是天賦的問題。小晴。在家幹嘛呢？我們來學習一下你們的抹灰技巧。抹什麼灰啊？抹那個牆的呀。我們的刷牆壁啊。對，我們的抹的沒有你們那個，怎麼說呢，光滑。正好我們今天要粉刷牆，你把那些什麼和了。人家都說學習粉刷牆壁或者是砌磚的話，首先得學習和砂漿。對，砂漿的技巧你可以跟我說，我已經看出了你那個砂漿比例是怎麼弄的。那砂漿比例差不多就是1:3吧。1:3。對。水泥是1，沙子是3。對，一般情況是這樣。如果想它的質量更好的話，就可以1:2、1:1。其實1:1就是最好的質量了。這裡也是刷的嗎？哇。這是抹的。太光滑了。粉刷的牆，其實裡面粉刷的方法沒有問題的，主要是裡面粉刷的太薄了。太薄了。必須要粉刷厚一點。我們這些你看，這個青花的粉刷的很厚的。就你給它粉刷厚一點，其實它就平整了。而且沙子這是最細的沙了，不用篩的。你篩了後，它肯定粉刷不上去。去你們屋裡面看一下，是吧？看看你們刷的這個狀態。其實也差不多，只是我們的話粉刷的比較厚，但是平整的話也沒那麼平整。這個東西熟能生巧吧，我覺得是。我感覺我們那個牆太粗糙了啊。就是多粉刷幾次就知道了。對。哇，你看你們刷的這個。這個粉刷後它才能平整，因為我們也粉刷的比較薄。要把它粉刷平整的話，至少要粉刷5公分。5公分啊？因為這些牆壁它是凹凸不平的。我看你們這個都沒有開裂，我們那個開裂是什麼原因？開裂那是因為裡面水泥可能太乾了，要麼就牆面濕得好。這種牆的話，你得提前給它試一遍水，這邊水呢，因為這火磚你只要一上牆，它馬上就乾了，它就會開裂的。對。你給它粉刷後，你後期還要給它澆一下水的。你不澆水的話，它乾得快，它也會開裂。
我看你们這個牆真的好光滑呀，而且一點都沒有開裂。我們的沙子跟你們是一樣的。對呀，一個師傅拉的好像是。對。你知道為什麼沒有開裂嗎？這個牆？為什麼？因為這面牆壁它一直潮濕，你看它現在都是濕的，我們都沒有淋水。刷的時候也沒淋。這邊牆壁沒有淋，其他的那些乾的淋了。然後你這邊因為它一直滲透水嘛，所以它一直保持潮濕的，所以這面牆壁可能是最堅固的。這裡我們沒有淋水，粉刷出來就開裂了。但是這種小地方沒有事兒，到時候再給它粉刷一層大白就可以遮住了。對，我們就很納悶兒，同樣是刷第一遍，天差地別效果，你們的都不用再刷第二遍了。很結實了，就想把它摘下來。對，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學習一下。這邊的狀態倒是跟我們那個有點像。沒事，大膽的粉刷，把它粉刷厚一些就可以了。你粉刷薄了，它就是沒開地不刷，而且它還不平整。學到了，學到了。要粉刷厚一點，就算是搓砂，它能粉刷得很細，因為粉刷厚線薄了，它就是只有薄薄的一層，你連底都沒有打得到。對。看來還是我們那個漿抹的太少了。我們要是粉刷第二遍的話，就給它抹厚一點。對，不要給它浪費水泥，因為你粉刷厚一點也安全結實。對。看來多來看一看還是好的。你們這個還要刷第二遍嗎？我們不刷第二遍了，我們就是保證它不掉灰，因為我們這個房子它掉灰嘛，不粉刷的話，那磚全都脫落了，所以說我們只是粉刷一層，給它保護一下就行。然後我們方面我們刮大白嘛，像這樣也好看一些。如果說是自己的房子的話，我至少要粉刷個5公分，像我老爸那樣用那個銬齒來銬的。一般按正規的粉刷牆得用那個紅外線來照，就是把這每一個地方打一個頂，你粉刷的時候給它粉到同一個平面就可以了。我們就是簡單做，然後盡快入住就行了。如果說自己的房子，那就做法不一樣。對，我們也是把那個牆給它刮得很平整，最主要是我們連基本的平整都做不到。你們要粉刷厚一點，得去買一個這麼長的一個很直的來做。那個刮齒啊？對，要把它刮平的。如果說你粉刷薄了，那肯定刮不了，要讓那個刮齒很平整的刮過去。看了果然就是不一樣。我們是說一直在那嘗試，一直磨不平，一直很粗糙。這些東西邊做邊學嘛。比方我們樓梯這裡粉刷的很厚，但是也沒有可能把它粉刷平整。這是外牆。這裡查查應該知道，他當初種了很多那個植物在上面，長得蠻強的是，對，全部把它弄掉了。你看這個其實也比較平整了，這裡大概粉刷了3公分厚。如果說再粉刷厚一點，就完全平整了。這個牆我們是邊粉刷邊修補的。對，我感覺我們的室內要是能刷到這種效果，我就已經很滿足了。對，這種平滑度就很理想。這些很光滑。其實按標準來說不能做光滑的，要把它搓得很薄的那種，因為做得太光滑的話，到時候刮大白就容易崩掉。哦，這樣。我們這個就是為了防水，所以說特地給它做得光滑的。學到了，學到了。怎麼樣？有沒有學習到一些心得？有。那就是厚。先施水，對不對？對。先把牆給它打濕，然後呢，水泥漿的比例，還有就是那個上牆的水泥漿的厚度。我們待會兒就回去試一試。如果說你們自己的房子的話，建議你們做1:2的比例來做，像這樣要更加牢固。像這種的話，感覺標還是不太夠。可以，我們一會兒就上去試一下。